我哥为你好。他怎么样？要是能探视了，还想着去看看他呢。你去看他呗，干嘛呀？让他在里面给你开个庆功宴庆祝一下。说起来也是他带我入行，要不是因为那笔贷款，我也不会去龙源。你别搞得你去龙源有多愿意啊！我哥对得住你。是，没错。你现在再让我回总行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乱七八糟，倒不如在下面做一做业务。当初这么跟他对着干，你现在觉得自己错了啊？我们俩谁对谁错还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再往后看。董事长，林代理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您好，您好。你好，坐。董事长，我已经带林代理行长见过了分行5个部门的领导，林代理行长也发表了自己的讲话，很深刻，我们都学习了。都学习什么了？哦，这个林代理行长你自己跟董事长汇报吧，我怕我转述不完整。倒也没什么，我就是让祝峰山协助曾百川，先查一下这个分行的窟窿到底有多大，同时也希望您能支持我，让总行的业务部门给我一个真实的账目，咱们得搞清楚到底有多少损失嘛。再看看有没有和问虎集团有关联的呆账、坏账。这就是你准备到任以后首先要做的工作。对啊，咱们得尽全力配合有关部门调查，只有这样，咱们才能尽快的从风波里脱身啊。很好。分行的账你可以慢慢查，但总行的账，你没有这个权限吧？啊，不是让我代理陈行长的所有职务吗？那陈行长也是总行的副行长啊，他要看一下业务部门的账，这不可以吗？当然不行，你的任命里面没有让你代理总行副行长的职务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你是代理过来盯摊的，董事会开完以后决定你的去留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你龙源行啊，你没有资格在这开脚。钱波，啊，那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我得好好想一想。林强，你坐。哎，我看这样，你先回龙源行主持日常工作，我会让人力资源部明确你的职务任命。行，那你们要是不同意，就尽早把我辞了吧。那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干。哎，那就不打扰您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董事长，你什么都不教他，就把他往我这儿带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但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咱这不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您就让我把这个位子接了，您现在下决心还来得及。我下什么决心？老爷子任命他代理陈兴远所有职务，不到24个小时，我把他给解平了，笑话吗？我看老爷子真是老糊涂了，他以为他能控制一切，这叫什么控制？死路一条。
帮我约见老爷子，说我现在就要见他，我要问他，他是不是想亲手把银行给拆了？要是的话，就提前跟我打声招呼，不要弄这么个小猴子到我面前来胡说八道。对的嘛，是吧？你昨天几点睡的几点？是不是？现在我们真正你还甭说，还真是这俩人啊，又掰。老谢怎么着？这是恶人先告状啊？没有恶人，我都让你给弄失业了，告状也没用啊。我们就是陪邱老闲聊。我这找老爷子汇报工作，你准备旁听吗？不，那没。邱老，那我们先回去。邱老这几天啊，又得跟您约着打牌了。别，你们俩打得太精了啊！到最后我得输的什么都不剩了。就缺您这样的。哎，你先别走，我还有句话想问问你。你是这个董事会的议员，我让林强接替你的职务是我决定的，我想问问你的个人意见。这个。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，不许打哈哈。总行做的所有决定，我全力支持。林强年轻，放在我以前的位置上，缺经验。可是分行瞬间安静了，这说明什么？人选对了，邱老的魄力。那孩子没野心，人正直。正气凛凛。这张嘴太滑了啊！你应该说评书去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我只能给你5分钟。我今天的心情差到底了，想骂街哭丧。我干不了了，没见过这么拆台的。我答应您林强的人事安排是为了求太平，但是现在呢，这林强就是陈新远派来的，还没进门呢就呲牙，进了门就该动刀子了，可以不用钱帛。我们是商量过的这件事，让钱帛接，天下大乱，私心太重了不好。那也不能用林强。我们可以选其他人。老爷子，这陈新远在幕后这么搞，我不能无所作为的等着他祸害我呀。谁无所作为？你无所作为吗？你为什么要解散监察部？我没有解散监察部啊，老爷子，我是要改组，就是因为监察部的工作不力，文虎案件才会蔓延到今天这个样子啊。这是我分内的工作，这是银行内部的工作呀。我知道啊，有很多人就用这件事泼我脏水，但是现在，您保护我，就是保护银行，就是保护您一生的事业。你说你是没问题的，不是你的问题，对吧？可以的，我可以相信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比我更想让你不出事儿的。关于监察部这件事，我会马上召集董事会，召开全体会议，让董事会根据董事会章程来裁定这件事情。邱老，该量血压了。你先出去。邱老，出去。老爷子。
过来吧，别在那儿站着了，喝点茶啊。行李啊，目前他处在那个位置上，老邱呢肯定是要给他留点面子，逼着我表态。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怎么不问我了？拿我甩锅倒是挺有本事。老头呢，肯定保住银行是第一位，所以说，你我的面子在他眼里边真的不算什么。你比如说就这个张龙虎啊，行李拿没拿他的钱，拿了多少钱，钱存在什么地方，资金是怎么流出去的，你我心里清楚吗？上面都查不清楚啊，你问我。万一上面最后给下来的结论是行李手脚是干净的，他没拿钱，仅仅是个失察之罪，那我们就把人家从总行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下来。可能，你信吗？张龙虎在总行所有的账目，我都看过。那关联的企业多得数不清，窟窿扯得比天都大。怎么？张龙虎是他亲爹啊，非得用命去赌。其实这些事情你我都清楚，你说老邱能不看账吗？他这个岁数啊，只是希望一切都能够安稳、平安无事。可金融监管部门、公安部门是吃干饭的，就看行里那大黑眼圈儿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夜不能寐呀！那他现在最想做的，就是扯一大堆窟窿，把原来那洞给堵上。可惜啊，最后整个银行也要给他殉葬。这也是老邱把林强放在目前这个位置上的作用。老头真是担心行李有事儿。电话约干嘛？给他放开手脚，就让他捅破天。坐，坐。我已经在做了，我已经在弄了，您看一眼。先别做了，我想过了，你这么帮我，将来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呀，被他们查到，那你就是做伪证。你哥，我哥他无能，我不一样，我有我的办法。我查到陈新元几次出差记录，还有他出国访问，我可以把这些单子全部关联过去，我可以做出假的资金往来，或者我给他弄一个海外账户往里存钱，我可以伪造他的存款记录，您觉得呢？你还愿意做？我愿意。需要用钱，就从这个账号转到他的账号。董事长，这是什么账户？诺亚方舟嘛，世界末日的时候用的。钱伯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我劝你啊，别在金融圈干了，拿着这笔钱，找个地方养老。我们是自己人，你能去看你哥的时候，给我带句话，说我向他道歉。
今天呢，两家龙源行合在了一块儿，咱们终于是一家人了。为了龙源行，干杯！干杯！别，大家都吃起来啊！边吃边听。我这个人呀，不大会当领导，吃起来。再开动。也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几个事儿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大家也清楚，最近行里的变动比较大，啊，人事上的、行政上的。我想说的是，不管它怎么变动，我们龙源永远是一家人。哪怕以后来了新的领导，或者是我继续管理下去，我们再也密不可分，再也不会出现亲兄弟还需要竞争的情况。我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，这一杯，敬各位。干杯！这个二一个呢，就是也算是老生常谈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规范，不要以为一些很小的事儿啊就放自己过去，可往往这个时候，监狱的大门就已经向大家敞开。我前2天听了一个事儿，储户把银行给告了。那储户是去银行存钱的，那柜员拿出一张单子让储户签，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字儿，挪用储户的钱去买了理财，就为了挣那么一点佣金。总的来说，诸如此类的事儿，哪怕是比这个小，甚至比这个大，我希望你们引以为戒，千万不要去做。我也年轻过，我知道大家也会努力想办法去开拓客户，去提高业绩，吸储。但是各位想清楚，小聪明可都是有后果的，不是正道啊。遵守规范，是银行的生命啊。储户信任我们，把钱存在我们这儿，我们要是连资金的安全都不能保障的话，那各位是不是就显得很多余了？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的理念。只要我还管龙源行一天，那么就会坚持执行一天。重点，这重点，下面说重点啊。近期呢，我可能要去总行工作啊，那有很多事情呢就交给了郑帅负责。大家要是有事找我，可以通过郑帅来约我的时间。好，合作愉快啊！干一个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，好不好？我们团建是吧？啊，喝了多少酒？没喝多少啊，走，咱进去聊。哎呦，真好。咱进屋喝多了，都没喝多，不，没喝多，走。哎，来。请。来，领导，请坐。哎，不用，你别忙活。我给你们倒杯水。大晚上的，二位还特意跑过来一趟，那本来应该是我去找你们的，这给我弄得还不好意思了。你现在是大行长了，我们过来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个今天夏总还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是行里同意我来代理总行的副行长了。
那咱就直截了当的讲，我知道这个位置我肯定是待不了很久，那我要查行李，从哪入手？那你二位得跟我说说呀。首先，上面不会轻易的动行李。一来呢，他毕竟现在是联众的董事长，如果你随便弄他的话，会造成储户的恐慌。二一个呢，现在没有确定的证据证明他收了哪些好处，而且他会把自己签过字的所有那些出了问题的贷款，说成是受了别人的蒙骗。像他这种干了一辈子的银行的人，哼，精的能榨出油来。对。之前那个海外的账户，就是从海外的服务器转了那么好几回，钱只要一打出去，他这个号码就立马会变，确实很难查。你玩游戏的瘾挺大呀！啊，那键盘上的字儿都让你磨没了。那打文件也是用它。你用3个方向键打文件，只要细心，总能看出破绽。要想拿到行李的把柄，得先得到和他往来的账户，然后一查到底。我之前一直在做这个工作，可我现在离开了银行，多少有点不方便。所以我想把这些关系留给你。好，你清醒吗？清醒啊！就拿纸和笔。啊。这些呢，都是曾经和我合作过的外国银行，有几个是我的个人关系。我之前的调查，最终的方向都指向一个海外的高净值账户。我怀疑和行李有关。这些邮箱，你一定要写清楚啊！哎，你想查什么，就尽管跟他们联系。记住不要打电话，只能通过邮件。放心。你干什么？这存 U 盘。不要！这内容这么多，抄到什么时候了？啊，这个时候还不信任我？那除非你也不干净啊，那我这就没办法了。你刚才说谁不干净？你大毛病！这款额度完成的怎么样？行不行啊？对，1年得产。哎，林好，林好，林好，哎，林好，林好，林好。陈行走的时候有2笔款审完了，没签字，再不签字不行了。我们到了放款时间了。林好，年前退休老同志的福利安排，您签个字。哦，好。季度工作的总结报告需要您审批一下。好。这个也拜托啊！都给我，来。哎呦，哎，行啊，我争取在中午之前签完啊。好，行了，大家去忙吧。好，谢谢，辛苦林好，辛苦。林代理，今天下午2点，市里面有个金融工作会议，您需要出席一下啊。另外呢，您回来以后赶紧把明年的工作计划做一下，董事长着急要呢。我提醒您一下啊，董事长呢是非。
这个看一下就行，不用签字。怎么样？这间办公室用着舒服吗？如果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顶楼邢董事长旁边呢还有一间大办公室，非常漂亮，你可以去那儿。那上面和下面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看看，我这今天是第一天来正式上班呀，这告诉我下午要去市里开一个金融会议，钱伯说让我给他交明年分行的工作计划，人力资源部说是要定退休老员工的福利待遇，还有曾百川，说要清查历史账目，必须要得到总行审计部门的授权。我刚进门不到5分钟就这么多事儿？这以前陈新远也这样吗？老陈啊，他比你会躲。那这样吧，下午2点那个会议呢，我找人去帮你开。工作报告陈新远走之前应该是写出来了，我给你找找放哪儿了。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报告拿到手之后，先别急着往上交，因为钱伯呢就是想用这些杂事儿占满你的时间。这个小子有的是馊主意。杂事儿？我有权利召集总行的部门主管开会吗？当然有权利啊，很简单，一个电话的事儿。给谁电话？哎呀，这个事情赖我，是我工作失误，应该给你配一个助理。是你的工作失误呀！哎呀，可你不就是行长助理吗？行啊，你要是对我满意，那我就给你当助理。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坐，别出事啊！喂，钱秘书。林代理啊，刚刚电话断了啊。我知道您忙，分行那摊子事儿确实千头万绪的都得靠您。但是您忙完了之后也赶紧上来一趟。董事长关于总行的事儿还是要跟你讨论一下的。放心啊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对，是没想到啊，这总行的工作量这么大你们之前也是很辛苦。但是不是应该给我配一个助理啊？可是我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啊。祝峰山不是吗？祝峰山呢，他的确是他这个分行助理做得非常好。但你也知道，分行那边事儿也多呀，他是忙不过来。我这思前想后觉得呀，你最适合。一呢是咱们俩熟，二是你对总行熟。要不然你就临时给我兼个助理，等有合适的人选了，咱们再换。钱助理啊，你去通知一下，下午1点钟，总行的所有部门主管来我办公室开会，也算是我跟大家熟悉。记住了啊，是所有部门。行了，去通知吧。真有你的，爽。钱主任，给我换个电话。另外，通知所有部门主管，下午1点去林强办公室开会。董事长参加吗？你想什么呢？他什么身份？董事长给他列席，我去就给他面子了，滚！中山，我吃扁肠。哟，怎么不去会议室啊？没有必要。是，咱也没那么多人。各位领导啊，我这个代理啊，就是一个过渡，让他们拉过来守个摊儿。那以前我来总行，各位是我领导，现在一样，只不过职责所在。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不够周全，还希望大家别挑我。钱助理，不是让你通知所有人吗？监察部没有通知到？监察部的2个负责人已经被解除职务了，
发生问虎集团那么大的事儿，董事长认为是他们工作失职，打算改组监察部。现在这个部门还在筹备。这个道理还挺奇怪的啊。监察部在的时候发现了问题，说明他们失职。那全国的公安、武警、法院都在呀，依然有犯罪，那这个责任还要让他们来担吗？您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问虎案这么大的事儿，差点把银行都给搞垮了，难道您觉得监察部没有责任吗？监察部有责任，那批贷款的人就没有责任了吗？问虎集团贷款问题牵扯到很多人，大家都有份，包括我。如果所有人都解职了，那银行还怎么运作？这是董事长的决定，您要是有不同的意见，您可以找他面谈，需要的话我帮您约。不用，不需要。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都看过吧？入职的时候，一人发了一本，给大家念2段。32页啊。监察部，全称联众银行金融安全及人员纪律监察部。林代理，我们都是银行的老员工了，您不需要跟我们念这些东西。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您可以直接说，好吗？钱助理，行长讲话别插嘴。监察部为银行常设机构，对所有在职员工的纪律负有监督和检查的权利。如发现其违规行为，依情节严重，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纠偏，乃至联络金融监管部门处理。监察部独立运营，只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负责。这后面还有很多，我就不念了。说得很清楚吧？监察部面对的是所有员工啊，所有，那就包括董事长在内。监察部只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负责，解散和重组监察部必须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。我说的没问题吧？原则上面，如果银行某一个部门发生了重大的错误，那么董事长有权利停止他们的工作，并且更换部门领导，事后只需要在董事会上面报备就可以了。明白？啊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董事长有权利任意的更换部门领导，或者停止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，对吧？那董事长有这么大的权利，那银行出现了任何问题，就应该是董事长来承担全责呀。那为什么张龙虎案只有监察部承担责任呢？其他人就没有责任了吗？董事长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都会跟各个部门协商的。这里面的事儿，恐怕您不太了解吧？哦，这样，不是你早说呀，这差点误会了啊。那就是说，同意停掉监察部是在做各位共同的抉择，对吧？那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，当时都有谁赞成了？谁同意在张龙虎案把我们银行搞得风雨飘摇、狼狈不堪的时候，同意停掉监察部？谁？监察部不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吗？尽快把张龙虎案这棵毒瘤从我们银行里切出去。啊？没人承认啊？那就是和现实情况不符合呀。我提议，我们再进行一次现场的投票表决。我希望各位能够慎重考虑。
同意为了维持银行的信用，让监察部重返工作岗位的，请举手。少数服从多数。钱助理，麻烦你记录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，跟董事长做一个汇报。还有，通知监察部的人跑步前进，2点前到我办公室，恢复他们的一切职权。散会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不，天哪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么整2天，我这个心脏可受不了。哎，要不是您提前做了铺垫，那这些个领导举不举手还是另外一说呢。哎，一会儿啊，监察部来了，你得陪我。我当然陪你啊，不仅要陪，你要出力。当然，我是你的助理嘛。行，来，杜总，哎，喝水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谢谢。哎呦呦，欢迎领导长，叫您叔叔。哎，叔叔，哎，你好，这位是我儿子。停职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家带他。今天没人看到，我只好把他带过来了。啊，没事，来，进来。来，叫伯伯，叫伯伯。伯伯好。你好，小伙子。握个手。几岁了？9岁。9岁了，长这么高个儿啊！哎，将来一定要超过爸爸。好。真棒，这大儿子。我让他在这旁边坐会儿。没问题，坐吧，小家伙。真好，这大玩手机。啊。行吗？平常也不让他玩。来，坐，好，坐，谢谢。来，小朋友啊，给你放在这儿了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林行长叫我跟老祝回来呢，我们俩心里其实挺感激的，但是我俩在身体上呢、精力上呢，可能害怕跟不上林行长的节奏。年轻人节奏是吧？我都有点盯不过他。是，年轻有为，我们不行了。对，平常咱们工作也忙，没有时间在家陪老婆孩子。这次呢，我也想正好在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是，其实啊，董事长把我们监察部停了也是好事儿啊。我们确实不大适应现在这个工作节奏。工作了这么多年还不适应啊？林强行长交给你们的那包资料还在监察部吧？那包资料如果发生了被篡改、被销毁，就是说，如果发生任何不应该发生的事情，将来有人问起来的话，林行长一定会说这个东西是交到你们2个人手上的。如果问责，你们觉得有谁会出面替你们来承担这个责任？这种事情啊，往小了说叫渎职，往大了说叫配合犯罪。朱航说这话还挺厉害啊！生死攸关了嘛，我就是实话实说。一旦东窗事发，相关的责任人谁也逃不掉。我知道你们是希望能够安稳的退休，置身事外，不担责任，不趟这一滩污水。我也想，但是做不到。朱航，我们监察部呢是经得起考验的，这一点我们俩还挺有自信的。这次林行长把我们俩叫回来，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。烽火集团的事情呢，现在有公安部门在查。我们俩回来呢，
也没什么用。你也知道，不相信谁还不相信公安吗？哎，王总，我看你这个手机上的贴纸是猫猫侠。昨天儿子刚给我贴的。哦，林叔叔，你也看猫猫侠吗？我看呀。林行长看动画片儿。你可别小看动画片呀，它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猫猫侠，以前呢就是一个流浪猫啊，后来学会武功之后，行侠仗义，干了很多好事儿，后来就有很多人都喜欢他，是吧？嗯。林行长是什么意思？成年人的世界里没那么多英雄，一个人能坚持做对的事儿，就已经不容易了。可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爸爸是永远的英雄啊。对与错全都在你。